环球大战线深入世界最前线，全球各地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叶思密。今天节目一开始一周的开始，先请观众朋友邀请你们来留言区写下这边思密你在哪一个城市收看，我会跟大家来亲自做回复，并且呢告诉我们你在哪一个城市之外写下热推。那么看到热推键，请按下热推键。今天的大主题我们会来关心的是川普这一次他说要奉上的3000亿美元的重建金，难道是对伊朗认输了吗？美军撤出伊朗，解除封锁，而且他说不干政，有可能吗？川普所谓的伟大协议，难道变成了投降书？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会一起来做关心。先欢迎我们的在场来宾，首先欢迎国际情势专家赖岳谦老师。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前国安会副秘书长杨永明老师。思密好，各位朋友好。前海军舰长吕礼士舰长。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观众朋友，今天有关于美伊战事，我们先来关心到，等一下看到3个火线话题，请来宾帮我们就大主题来做解答。首先，等一下会来关心到的是，美国打了100天哦，还砸了这么高的军费，耗了这么多的军备，最后换来的是比战前更松的一个协议。到底这是胜利吗？还是他被迫撤退？而川普口中伟大的协议是这样子吗？还是其实是一个战略止损书呢？第二件事情来自于《纽约时报》，特别就美伊战事伊朗未来的角色做了一个解读。他认为说，伊朗的3.0正在成型，什么意思呢？伊朗会从过去的神权逐渐走向由革命卫队主导的军事国家，代表美国本来是想要压制伊朗的，但是可以看到，不但伊朗没有被削弱，而且可能升级成更难对付的一个对手。这是第二件事情。第三件事情我们要来关心，现在可以看到伊朗的飞弹库存已经逐渐的回升，而且核设施进入一个深度的一个封锁状态。美军在这时候只好被迫要收手。这一场战争真正披露的是美国同时面临的是多战场下的一个霸权极限吗？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会一起来做关心。好，首先来看到这个大主题：美伊战事难道真的会画下休止符吗？因为美国跟伊朗一起来做的这个草案是14点谅解备忘录，我们要特别来看到这个细节内容。一出来之后呢，川普说这个叫做伟大的协议，看起来难道是战略上面的退让吗？完全不如川普所说的伟大的胜利。纽约时报做了一个讽刺，他在这边提到了美伊战事催生的是我们刚刚提到的伊朗3.0，由原本的神权正式的转向伊斯兰革命卫队更强烈主导的一个军事的政权国家。而英国智库是怎么评论的呢？他认为说，伊朗现在掌权的是比过往更年轻、更大胆，而且他们认为是一个更敢冲的一个新的时代。美国的前外交官米勒也做了一个评论，他说伊朗正在从神权逐渐的走向硬实力。这边指的硬实力包括伊朗会出动它的无人机、它的飞弹，还有它的飞弹城，跟它的所有的海峡封锁区域代理人等等，都变成伊朗手中的非常重要的筹码。更关键的是，我们今天来稍微看一下美伊达成的这个14点备忘录的草案，核心内容看起来对于美国来说相当的不利。难道川普真的会吃下去吗？首先看到的是这边特别提到所有战线，包括了以色列一直不停攻打的黎巴嫩啊，现在也都确定要永久的停火了。美国也承认了不会干涉接下来有关于伊朗的所有内政问题，美军会完全的撤出伊朗，不会增加区域的驻军，而且呢，美军对于伊朗石油能源的所有制裁都会停止，而且呢，不能够再有新的制裁出现了。美国将在30天内解除海上的封锁，特别是针对于荷姆兹海峡，接下来会重新的开放。美国与盟友将为伊朗提供至少3000亿美元的一个重建资金，还有一个新的重建计划。那么唯一伊朗让步的，看起来就是他重申的绝不制造核子武器。所以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要特别请赖老师带我们来看美伊的100日战争，现在反而是如《纽约时报》讲的，催生了伊朗3.0，从神权变成了军权硬实力的变化。伊朗会不会比过去更难对付呢？川普跟伊朗达成了所谓的伟大的协议，真的是伟大的协议吗？赖老师怎么看？我觉得《纽约时报》的这样的一个分析意义不大啊，因为这不是在于说神权走向军权啊，或者是从意识形态走向实际上的一个角度啊。为什么？因为
过去的伊朗基本上来说，它就已经是十分的强大，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那它之所以所谓的它对于周边的国家，或是对于美国跟以色列不会主动攻击，是因为美国跟以色列如果不对它主动攻击，它不会主动攻击的啊。那现在的情况已经改变了，那改变的，我觉得导致在于权力结构、区域的权力结构的发生根本上的变化的时候，伊朗的地位就往上升了。原因在哪里？第一个就是美国的军队，还有美国的军事基地就是坚不可破不被攻击侵犯的这个神话破灭了。第二个呢，就是以色列的本土，事实上是伊朗已经证明它的超音速的导弹是完全可以突破以色列的封锁，所以以色列也好，美军的军事基地，它基本上来讲，它的安全是堪虑的了。是，也就是说，美国在这一次的战争中，那么自曝其短了。伊朗证明它的超音速导弹可以破解美国跟以色列所建立起来的防护罩，这第一个。第二个就是美国对于海湾国家他们过去所谓的安全的承诺或者保障，它完全破产。那也就是说，过去海湾国家认为，我只要给美国足够的这个保护费例如说，我向你买足够的这个军事武器或是武器装备，或者是我把我的石油跟你的美元挂钩，另外我把我的海外资产大量的放在你美国这边，那你因为跟我的利益已经相结合，所以你就应该会保护我的利益，也就是保护你的利益。但是这个很明显的也已经破产了。所以美国跟他们的信任机制也已经受到很深的冲击。在这样的一个权力结构产生变化的情境下，伊朗证明，即使它有1万多个被美国的导弹攻击，即使它有2000多个军事设施被美国、以色列攻击，但是它仍然具备有足够的反击美国跟以色列的能力。这个会使这个伊朗在中东地区的霸权地位，或者是这个实力地位就大为提升了。那也就是说，它采用的这种不对称战的方法，事实上使伊朗它对于周边的所有的国家，包含以色列在内，它已经具备有足够的威慑的一个能力。即使它没有强大的海军，没有强大的空军，但它已经有足够破坏性强的威慑能力。更重要的地方是在于，它拥有美国所无法解决的封锁赫尔木兹海峡的能力。那这一点在伊朗来讲，在这一次的战争中都展现出它有这样的一个力量。有这样的一个力量，你看结构已经改变了。那因此我才会觉得说，《纽约时报》他们的分析，他们说意义不大了。为什么？因为现在伊朗已经在实战中证明了，它有破解美国跟以色列的能力。那它还有什么可怕的？那换言之，也就是说，它能够造成海湾国家跟美国、以色列的伤害超过他们对伊朗的伤害，不然的话，美国怎么可能愿意妥协，跟他签订这种谅解备忘录？所以，伊朗已经站在绝对的优势地位，因此在谈判中，它就变成由它来主导，而不是美国主导了。不过，我觉得伊朗聪明的一点在哪里？实质上的利益它一点都不让，但是在话语，就是语言的表述这个部分，它可以采用模糊的一个方式，那也就是说各自宣布胜利，那这个把事情就解决了。好，那这样子这个协议签下来，看起来对于美国来说这么的不利，等于是川普认输了吗？尤其呢，现在外界在看说，你看这个条件怎么比开战之前还要更糟糕？那杨老师又怎么解读呢？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失败的协议啊。很清楚啊，因为你战争打败了嘛，然后呢，伊朗控制的赫姆兹海峡，使得国际能源、美国经济、通膨、油价，那接下来川普的选举都碰到困难，所以拖了将近从4月7号到现在2个月的时间。对，因为2月28号战争打到4月7号停火，5月27号的时候说提一个 MOU， 开始30天、60天，那拖到现在6月15号。预计6月19号会签署，可是这个内容其实看起来就是一个美国的失败协议，而且严重的失败，不只是说绕了一圈是一个昂贵的起跑点，你绕了一圈回到了你原先2月27号之前，本来2015年美国跟伊朗跟各国所签的伊朗核子协议，也不就是这个东西吗？伊朗不发展核武，伊朗
把浓缩铀给稀释，然后呢，各国解除掉对它的制裁，还有资产的冻结。结果不到2年，川普退出。然后呢，在今年2月28号之前，在日内瓦谈的也是这个目的，所以那个就是最高领袖，那他才会2月28号把大家召集在一起。结果你一发飞弹把人家49个人打死，那你以为他会瓦解？结果他没有瓦解，真的后来你所有的海湾基地都被炸，你的库存1/2、1/3战俘爱国者都消耗掉，你花了200-300亿美元。更严重的是，你作为一个军事霸权，这就是你的所谓的苏伊士时刻，也就是说，你连伊朗都拿不下来，你在中东的军队是多庞大呀！几乎每个国家都是你的盟邦，都有你的基地，所以呢，结果你伊朗拿不下来，结果伊朗就控制荷姆斯海峡，用3万美元的无人机，就把你这个美国军事霸权打垮。这是一个极度昂贵而且错误。而且付出极高代价的战争，最后这个协议也必然是如此，因为这个战争的过程跟结果就是如此。伊朗不可能让你还拿个什么胜利的协议，胜利协议都是川普自己嘴巴讲，他讲了38次，他说很快有一个胜利的协议，这个协议其实基本上你还要付3000亿。我觉得3000亿，大家不要认为说好像是伊朗赚到，伊朗死了3000多人，伊朗整个基础建设跟所有的设施受到这样子的损毁。对，其实如果伊朗可以选择，他也不要这个战争发生，而且他失去他过去的最高领袖哈梅尼，所以这个是美国真的是得不偿失，完全是早知如此，你何必当初呢？搞了一个失败的战争，当然你就用失败协议收场。就是这么简单。好，那这一场对于美国来说失败的战争，是不是真的是因为这个美国打不下去呢？其实也有做一个统计数据，就是有关于美国的这个军武的部分，其实受到了非常大的一个冲击哦。我们来看到这个飞弹库存，尤其是针对于伊朗的部分哦，它已经回到战前大约75%了，而且呢还有可能这个数字持续的提升。再来就是说，它得到了可能有来自于俄罗斯的新制的飞弹，这是美国非常担心的。CNN 也特别披露了。这个美伊双方最在意的就是有关于浓缩铀的问题。现在也确认了说，这个高浓缩铀已经被深度的封存之外哦，在附近还特别设置了这个坍塌的隧道雷区，以防止再次的被夺取。再来，美国智库也特别讲到了，美国同时想要压制伊朗啊，想要压制中东跟中国大陆，结果导致的是战力资源是被分裂，而且呢是完全透支的。代表说，这一次美国的大让步，他打了这么久的时间。花了几百亿美元，消耗了大量的武器。当中我们盘点包括了他的爱国者啊、萨德啊，还有战俘啊，还有大量的军机、基地、防空雷达，最后换来是比战前更宽松的协议，等于是川普大让步吗？那吕舰长又怎么看？我们讲到交战的双方啊，那当然对于弱国来讲，它是被迫走向战争，但是对于强国来讲，他一定是想要得到哪些利益？可是我们这一次所看到的，如果我们就是比较简化的，以美国跟这一个伊朗来看的话，其实美国它应该是想要达到它的一些目的的。那它的目的是什么呢？也就是会出现在我们讲到的中战指导上面。那这个也就是我们看到啊，川普常常讲到的，这个是他在这个5月29号的时候，他贴在社群媒体上的，也就是伊朗必须要承认他不会拥有核武或核弹。第二个，也就是对于霍姆斯海峡的部分，也就是其实这2个原因，其实真正的是对于川普来讲，他想要达到的中战指导。可是目前看来，这2样都达不到。为什么？因为美国的军力实在来讲，他没有准备好，他没有准备好去应对这一个善守者藏于9地之下的伊朗。所以我们看到他对于这些
飞弹的这个消耗，而且这消耗已经它要恢复不是以月计，而是以年计。那我们来看啊，刚刚主持人特别讲到的有关于标准3型呢，它需要64个月，也就是5年才会恢复。那如果是我们看到以战斧来讲的话，它需要47个月，也就是48个月，对不起，也就是需要4年它才能恢复。那对于飞弹的消耗之外，那我们来看到有关于这个无论是核设施也好，或者是这个浓缩铀也好，其实伊朗在上演的是什么？伊朗在上演的好像就是杯球的这种魔术一样。所谓的杯球魔术，就是杯子里面藏个球，然后换来换去，换来换去，根本不是猜不到它到底在哪里。那一个杯球它到底是在玩什么？也就是我们看到，这可能可以储存这些浓缩铀的，一直来讲是有这3个地方。如果对于这一个伊朗来讲，除了福尔多、纳塔兹，那另外就是伊斯法罕。但是我们在去年6月所看到的这一个5月之锤的时候，其实伊斯法罕受到的攻击是比较小的。那福尔多跟纳塔兹其实当时都受到非常严重的打击。现在大家就是怀疑啊，是这个超过400公斤的浓缩铀，它的位置在伊斯法罕。为什么？因为伊斯法罕它的地理位置之外，另外也就是它的行为举措很奇怪，就是我们刚刚讲的杯球游戏这一个位置啊，那也就是我们看到它的一个地下储存的一个基地。那这里呢，就是我们讲到的有关于它的一个核武研究所。那在这一个部分呢，我们看到的杯球，也就是它之前透过了这么多的这一个我们讲到卡车啊，来不知道装了什么东西，那大家都会认为这个是在装它的换装它的浓缩铀。那也就是美国不确定在哪里。不过美国大概也下了相对应的赌注，也就是在伊斯法罕。那在伊斯法罕，他们不是没有动作，之前他们说为了这个营救 F-15的飞官，实际上呢来讲，在伊斯法罕的东南边40公里的地方，他们要进行援助。但是我们最后看到的是什么？我们最后看到的其实是这一种MH6的这种 Little Bird 这种小鸟的这一种特战的直升机，实际上来讲在当地坠毁。那当然不止这一个，还有特战所使用的 MC-130的这一种运输机也在这里。我想请问一下，美国什么时候为了这个2位飞官要动用这么大的武力，而不是我们一般所看到的这一种MH6动的这种直升机呢？那也就是说，当大家这样怀疑的时候，比对一下，我们就发现，现在反而就是确定这件事情。伊斯法罕的一个核能研究中心在这个位置，当时的那个跑道在这个位置，所以其实当初说这是一个成功的救援行动，我在我们现在这个节目里头就特别讲，其实这是一个失败的渗透行动，我们就可以看得很清楚。那在这种种来看呢，其实美国最缺乏的是什么？也就是它没有依据它的现在的一个我们讲到说科技进步来与时俱进的来改变。那我们讲到说以往美国它都是我们看到第一次抵消使用的是核武，第二次抵消也就是精确导引炸弹，这是1990年波湾战争我们看到的。那第3次这一个抵消呢，我们看到的它要使用大数据啊，它要使用这3D 列印这些等等，其实都没有办法改变整个战争形态的一个状况。所以我们现在看到这一个有关于美军或者是川普在伊朗其实是输得一干二净，也就是刚刚杨老师所讲到的，苏伊士时刻已经到来。好，谢谢舰长。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